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抓走后，他首次露面并讲话。当地时间1月3日晚，身穿深色连帽衫、戴着手铐的马杜罗，在多名美国缉毒局人员控制下，走过铺着蓝色地毯的长廊，向现场人员说出6个字。这段由白宫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12秒视频，瞬间传遍全球。这是马杜罗被美军抓捕后首次公开发声。当天，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为首都加拉加斯，并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目前已被押送到纽约。白宫发布的视频显示，马杜罗穿着黑色连帽运动衫和拖鞋，走在印有 DEANYD 字样的蓝色地毯上。该视频仅12秒长，却传递出大量信息，马杜罗已被顺利转移至美国本土，并处于美方控制之下。美军披露的行动细节显示，这是一次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美国的情报团队花了数月时间锁定了马杜罗的行踪，掌握其如何移动、居住地点、出行路线、饮食习惯、着装偏好以及饲养的宠物等信息。执行抓捕任务的直升机以约100英尺的高度贴海飞行，以规避雷达探测。美东时间3日1时01分，突袭部队抵达马杜罗住所，迅速、精准、有序地向目标推进。在行动过程中，突袭部队直升机遭到火力攻击。随着美军成功闯进总统官邸，马杜罗夫妇放弃抵抗，被突袭部队控制，带上直升机，最终于美东时间3日3时29分被带至美军军舰。而他下飞机之际穿的灰色衣服，戴着手铐。那么马杜罗这次首次发声，不仅戴着手铐，还穿了黑色连帽衫，应该是换了衣服。他在纽约缉毒局长廊里面对镜头只说了一句话：晚安，新年快乐。这6个字绝非简单的问候。从现场视频看，他神情镇定，甚至尝试用英语交流后切换回西班牙语确认发音。这种反常的平静背后可能有3重考量。其一，可能是向国内支持者传递信号，选择新年祝福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既符合节日氛围，又避免被美方直接解读为政治信号。马杜罗深知这段视频会全球传播，他用西班牙语自问，那是晚安，不是吗？实则是向委内瑞拉民众暗示自己意识清醒，状态可控。其二，或是针对美方的软性反击。白宫发布视频本想塑造罪犯游街形象，给马杜罗扣上个罪名，但马杜罗的镇定表现反而消解了美方的震慑效果。这种以柔克刚的策略与当年萨达姆、卡扎菲被捕时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方的叙事节奏。其三，不排除是谈判博弈的组成部分，因为马杜罗此前曾拒绝特朗普提出的主动下台换安全通道提议，如今配合美方司法程序且表现冷静，可能也是为换取相对较好的待遇或未来谈判筹码。不过他用6个字可能也是概括了自己的结局，因为从目前情况看，马杜罗面临法律和政治2条战线的终极较量。在法律层面，美国司法部已对他提起包括毒品极端主义阴谋罪在内的多项指控。参考历史案例，1989年被美国抓捕的巴拿马领导人诺列加最终被判40年监禁，2024年被美国判刑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也获重刑。但这2个案例都有明显不同，诺列加案发生在美军入侵巴拿马的战争背景下，而马杜罗是在和平时期被跨境抓捕，埃尔南德斯则是经过相对完整的司法程序。目前美方指控存在3大法律争议点，一是国家元首司法豁免权问题，二是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因为美国缉毒署报告曾显示，委内瑞拉并非美国毒品主要来源地。三是美国国内法是否适用于他国元首，如果完全按美方计划推进，马杜罗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但审判过程预计不会太顺利。在政治层面，马杜罗的政治生命已事实上中断，即便未来可能出现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的交换协议，马杜罗也难以重回权力核心。更可能的结局是，他成为美国禁毒战争宣传的象征性案例，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而对于委内瑞拉的局势，委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代行职权，不过他的实际控制力有限，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也支持罗德里格斯掌权。但很显然，要满足美方条件，如果让特朗普不满意，很可能也会发起另一波军事行动，最终扶持一名亲美领导人。目前，委内瑞拉军队和民兵组织尚未完全瓦解，部分力量可能转入地下抵抗。若美国后续投入不足，委内瑞拉可能陷入类似伊拉克战后的混乱状态，各派势力割据，石油生产中断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安理会已定于1月5日召开紧急会议，中俄等国强烈谴责美国行动。如果国际压力足够大，可能促成各方谈判，但目前美方态度强硬，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所以马杜罗的新年快乐更像是一声警钟，敲醒了拉美国家关于主权安全的集体意识。无论最终结局如何，美国这次教科书式的政权更迭操作已经让众多发展中国家看清了强权政治的本质。所以国际社会如何重构主权豁免的防护网，
才是这起事件留给世界的最大课题。委内瑞拉的求救电话在马杜罗被抓当天就打到了莫斯科。然而遗憾的是，眼下的普京对盟友的遭遇却表现得十分无能为力。俄罗斯外交部消息显示，在美军发起突袭行动，抓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后，马杜罗的副手、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将求救电话打到了莫斯科，与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商讨了委内瑞拉局势问题。罗德里格斯打来这个电话，显然是在向俄罗斯求援，希望能够在委内瑞拉安全等问题上获得普京政府更加明确的承诺。按照俄方的说法，拉夫罗夫确实代表俄罗斯政府强烈声援委内瑞拉，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对委内瑞拉的武装侵略，强调俄罗斯将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保持旨在保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执政路线。表面上看，俄罗斯正在力挺委内瑞拉，但在事实上，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了自己有心无力的一面。马杜罗夫妇目前已经被押送到了美国纽约的一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早已罗织罪名，为对马杜罗进行庭审做好了准备。特朗普现在是铁了心要将马杜罗送进监狱。顺便一提，自马杜罗夫妇被美军抓走后，罗德里格斯便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电视台发布了一篇讲话。外界对于罗德里格斯现在到底在哪也是众说纷纭，有至少4名消息人士向西方媒体透露称，罗德里格斯现在其实在俄罗斯，在国内掌控局势的其实是他的哥哥。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否认了此事，但此事足以说明西方正在针对委内瑞拉县政府展开一场混合战争，以推动该国彻底变天。在这种严峻局势之下，罗德里格斯所代表的委内瑞拉县政府需要俄罗斯提供更加行之有效的支持，让他们有更强的底气去稳住国内局势，同时应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乃至可能随时到来的新一轮军事冲突。俄罗斯确实希望能够帮助委内瑞拉县政府维持局势，保证俄委合作的进行，确保自己能够在这一方向保留一根钉子，避免类似叙利亚的一幕重演。只是在现阶段，俄罗斯很难为委内瑞拉提供除声援外的有效支持。首先，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不在拉丁美洲，普京政府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赢俄乌冲突。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策的调整恰恰让俄罗斯看到了希望。莫斯科现在要避免激怒特朗普，给俄乌冲突增添更多的变数。其次，即便没有俄乌和谈仪式，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也是鞭长莫及，无法为委内瑞拉政府提供军事等层面的援助。俄罗斯海军实力不断下滑，唯一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迟迟没有修好，俄海军现在无力出动大规模舰队在加勒比海与就在自己家门口作战的美军硬碰硬。就算是为委内瑞拉提供军事物资援助，俄罗斯也要面临不少难题。先说运输问题，美军已经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线，海运通道已经断绝。俄罗斯军机则需要走高加索、北非等地，进行多次中途加油，再绕开美军的空中拦截网，才能够抵达委内瑞拉。这之中需要进行很多外交沟通，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空运行动就难以进行。况且就算能够打通所有关节，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库存也未必能够支撑这样一场远程援助行动。美军此次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不到3个小时便抓走了马杜罗夫妇，说明委内瑞拉军队的预警与防空实力严重不足。俄罗斯要想帮助委内瑞拉县政府改变军事态势，就必须抽调大量武器装备和人员。但乌克兰正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甚至尝试以91架无人机对普京进行斩首作战。俄罗斯自身的防空压力同样不小，俄军很难真正抽调出足够的人员与装备。普京政府现在能做的其实只有声援委内瑞拉，同时呼吁美国尽快释放马杜罗，以维持自身与委内瑞拉县政府的合作关系。最后总结一下，随着马杜罗深陷纽约的囚室，莫斯科的声援止步于电话线，而美国的战舰仍游弋在加勒比海，委内瑞拉政府与军队势力正在面临一场严酷的考验。如何有效利用俄罗斯等盟友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马杜罗被捕一事在委内瑞拉国内引发的民众怒火，维持住自身的统治地位，不给国内反对派顺势夺权的机会，将委内瑞拉带入后马杜罗时代，将会考验罗德里格斯等人的政治外交手腕。一场俄乌冲突令世界再度陷入了焦虑，小国乌克兰身后站立着体量庞大的美国，看似简单的地域矛盾，实际上隐藏着难以回避的大国抗衡。
时隔多年，美国与俄罗斯的血海深仇再度浮出水面，一个难解的谜题也回到了众人的视野之中。美国为何不愿联合俄罗斯制衡崛起中的中印呢？最近几年，美国的日子相当不好过，霸权的衰落仿佛就发生在一瞬间。曾经令世界彻底颠覆的二战，向美国送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面临着苏联的威胁，但美国可谓是风光无限，无往而不利。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辉煌逐渐成为过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缓缓拉开，中国从沉睡中苏醒，踏上了复兴的征程，用短短20年时间，缔造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奇迹。无论是经济上的腾飞，还是国际地位的上升，亦或是文化实力的强大，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事实：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正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却为中国带来了机遇。从那之后，中美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政府更是悍然发动芯片战，试图切断中国的高新科技发展之路。如此应激的反应，恰恰彰显出了中国非凡的实力。美国比谁都清楚，中国潜力无穷，值得忌惮。除了中国之外，印度的崛起也对美国有一定威胁。印度野心勃勃，朝着成为南亚大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在美国最为在意的高新技术领域，印度同样表现不俗，甚至在美国硅谷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印度力量。中国也好，印度也罢，两个国家的崛起毋庸置疑，这意味着亚洲力量的勃发。对此，美国力不从心显而易见，又是拉拢日本、韩国，又是搞印太战略，颇有几分手忙脚乱的意味。而美国的表现引申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既然想要对付中国、遏制亚洲，那美国为何不联手俄罗斯一同发力？这个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表面上看，俄罗斯的确是美国结盟的不二之选。一来，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遗产，实力强劲，却又不像前苏联那样强大，很难单凭一己之力撼动美国现有的位置。二来，俄罗斯拥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不仅与中国相邻，而且对朝鲜半岛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也能在石油天然气资源上牵制印度。换言之，想要深入亚洲，俄罗斯的优势远远大于美国。无论怎样，美国与亚洲之间都隔着海洋，鞭长莫及，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偏偏这样的一个俄罗斯与美国却有着堪比世仇一般的孽缘。其实冷战不过是美俄冲突的一个缩影，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两者并因为抢地盘问题结下了梁子。当时中国处于民国时代，国力衰弱，东北与华北地区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而美俄同为侵略者，都处于国家高速扩张的关键时期，互不相让，围绕着地盘的归属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法。后来沙俄的统治被推翻，苏维埃政权确立，在此期间，美国的霸权体系逐渐成熟，14点计划应运而生，苏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之一。于是在1918年到1921年期间，美国想尽办法试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美国的这种敌意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外，也是在翻旧账。因为苏俄建立后便立刻退出了一战，这令美国承受了更大的战争压力，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即便在几十年后，到了二战最危急的时刻，两国依旧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法西斯是美苏共同的敌人，二战胜利是双方所渴求的硕果。但是无论是美国亦或是苏联，疑心病均无法避免，都害怕对方打着战争的幌子实施扩张。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关键问题上，美苏竟然还维持着别样的默契。比如两国都曾经试图与法西斯国家签订协议，要求互不侵犯，这令国际关系充斥着黑色幽默的意味。到最后，美苏的计划同时落空，局势一天比一天危急，两国才不得已携手，被迫成为了同一阵线上的战友。即便冷战结束，进入崭新世纪，美俄之间的历史也始终难以翻开另一页。两国的关系似乎从单纯的敌对进化成了某种微妙的循环，而当循环成为死结，未来便难以找到方向。在克林顿、小布什与奥巴马3位总统执政期间，由于个人立场与国家战略需求，他们均有意改善美俄关系。可是无一例外，均走向了高开低走的奇怪结局。只要美俄关系一上升，马上便会有新的危机出现，如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乌克兰危机等。美俄两国仿佛遭受了命运的诅咒，始终无法携手。从根源上来说，或许反而是因为两者过于相近，美俄都想当唯一的世界霸主，看见对方就像是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可是一山不容二虎，美俄注定殊途。但是有人敏锐地指出，国际关系不过是利益的交换，而这恰恰是美国的长处。纵然美国对俄罗斯有千般万般的意见，可为何甘愿为了这些冲突放弃在亚洲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与欧洲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